恭送公主殿下。洛姐姐，这次打扰了。姐姐，差半了吧？无妨。公主殿下，你以后如果有空的话，可以常来。好的，那今后免不了要多打扰了。真没有礼数的吗？丫头，你这样子太假了。这是礼仪，真是。慢走啊。透不出头3更月，带着鬓发穿凡间。我韦浩怕过谁啊？那你是我的底线。我蒙面那是不想让岳母为难吗？殿下忧心忡忡的去找韦公子，出来之后心情大好。可是韦公子有办法帮殿下解围？那憨子能有什么办法？他不气我就算不错了。对，这个韦憨子啊，总是不着调，整日没个正形，出言莽撞，还老是打架，确实配不上殿下。他是有很多缺点，可这才是一个活人，不是？韦憨子，他小事上是不着调，可是大事上面，他从来都没有含糊过。我交代给他的事情，他都能办好，说过的话也都能说到做到。相比于其他人的虚伪，本宫更喜欢他的耿直。至少，他不会像别的公子哥一样，在外面跟我招蜂引蝶，也不会出去乱玩，更不会做一些大逆不道的事情。难道我早已对那个憨子……你派人去民部调查一下，所有关于堂兄妹、表兄妹近亲成婚之后，孩子是不是会有畸形的问题，然后把所有的文书都拿来给我。是。陛下驾到！在为宁安的事忧心。大哥为了冲儿的事，日日过来请安。宁安的事，朕之前确实中意过长孙冲。论亲疏呢，他是你亲侄子，知根知底，断不会委屈了我们的女儿。若是之前，朕肯定是不会犹豫的。但是现在，突然多了一个喊朕岳父的憨子，浩儿的确是个好孩子。这韦憨子，你很重视啊？为何呀？你没有看出来，宁安现在每天都很开心吗？虽然嘴上天天喊着韦憨子招惹他了，但是他每天都是开心的。之前在宫里面，虽然也有很多玩伴，但臣妾从未见他如此开心过。加之陛下你一直想跟世家那边联姻，世家一直没有同意。韦浩这边现在的确是个突破口。这次流离的事，可见浩儿不怕世家的人。就连韦家的利益，他处理的也不像那些抱团的世家子弟。而且之前他也说过，他愿意娶宁安，甚至愿意把宫房全部的份额都给宁安。你想想看，如果对宁安不是真心的，他会付出如此大的代价。他和宁安交往，朕不反对。一是他现在也是个侯爷了，也说得过去。再加上你说的世家，完全可以。但要说他有能护住宁安的本事，朕倒觉得，更何况这门亲事还涉及到你娘家、长孙家。宁安和冲儿两家一直都是默认的。朕倒是没什么，就怕大舅哥让你为难。
陛下不必顾虑我，妾身是真的喜欢韦浩这孩子，把宁安嫁给他，我放心。算了，此事不急于一时定夺。不过你的想法，朕大抵有数了。哎，王管家，公子来了。今天客人怎么这么多？还不是因为您做的那个暖壶。现在这些客人说了，在咱们聚贤楼吃饭，那如沐春风啊，比在府上待着都舒服。别说是老顾客了，就是新顾客都说了，不去别的酒楼了。嘿，那必须的。公子，楼上清场了，说是太子殿下在用膳。哦，大舅哥来了，正好。韦东家，你怎么没告诉我你的火锅这么好吃？见过大舅哥。你这称呼，不对，你刚喊姑什么？大舅哥。等会儿，什么大舅哥？是不是搞错了？他们没跟你说吗？岳父跟宁安没跟你说？宁安，公主，姑的妹妹。岳父，对啊，我已经跟岳父，就是陛下说了，我喜欢宁安的事情，岳父岳母我都见过了，他们没反对我跟宁安的婚事。这你都不知道？不能啊，岳父没跟你说吗？大舅哥，大舅哥，大舅哥。怎么可能啊！韦东家，你可不要胡说，父皇知道了，非宰了你不可。还有，姑的妹妹宁安还能嫁给你？我胡什么说啊！我天天叫岳父岳母，那是岳父岳母认可的。殿下，殿下，姑不是说了，没事不要来打扰姑。殿下，皇后娘娘派人传话，说是请您和韦侯爷前往凤鸾殿用膳。哦，好。你跟岳母说一声，我一定来。是，韦侯爷。不是，是真的啊！哦，对了，我上次跟岳母说了，这次见岳母要带礼物。这到吃饭，我两手还空空的。大舅哥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我先走啊。哎，等一下，韦浩，你都没说清楚呢。哎，回头说，我去给岳母拿东西去。你先问凤鸾殿吧，记得帮我说一声啊。拍岳母的马屁才是正经事，只要岳母的马屁拍得好，那以后就是给自己弄了个巨大的靠山呢。儿臣给父皇母后请安。怎么就你一个人？韦浩呢？他说给您拿什么礼物去了，说是上回答应的。这孩子，下次一起带来也是可以的。拿什么礼物？这个儿臣就不知道了。父皇。母后，儿臣有个事情没搞明白，妹妹和韦浩那事儿是真的吗？他一直管儿臣叫大舅哥，儿臣怎么说都不管用。他叫你大舅哥算什么？他还称朕为岳父呢。行了，就这样吧，他是不会听你劝的。那不是，这是真的。你这个做皇兄的，妹妹的事情一点也不关心。不是，母后，儿臣哪有不关心？只是最近不是太忙了吗？天天又要看奏章，只是儿臣做梦也没想到，宁安会喜欢那韦憨子。父皇，母后。你们在讨论何事啊？妹妹，这么能瞒，这事儿还瞒着兄长？何事？何事？你和韦憨子的婚事儿。皇兄，你可别瞎说，哪有？这事都还没定下来呢。父皇，母后，
妹妹急了，这事儿还没定下来呢。皇兄，你别瞎说，别说。还不承认？看你脸都红了。皇后母后还在这儿呢。你想这就这样吧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你也是，没个做皇兄的样子，竟还取笑妹妹。妹妹喜欢啊，喜欢行，喜欢好啊。母后，我去！他要是以后敢欺负我妹妹一次，我这做大舅哥的，定会好好收拾他。依母后看啊，以后是你妹妹欺负人家韦浩才是。这丫头在我们面前跟在韦浩面前可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不过这样也好，能够表现自己的真性情。韦侯爷，让小的来吧。妨，不重我自己来。哎呀，韦侯爷，娘娘就在里面，让我给您通报一声。不用那么麻烦。岳母，岳母，岳母我来了。好孩子，快进来。见过岳母。丫头，大舅哥。嘿嘿嘿。哟，岳父，你也在啊？你提的这是什么礼物啊？岳母，这个是好东西。啊。岳母，你往常是不是大部分时间都在这儿？是啊，怎么了，浩儿？哎，行，你们谈着，我去装个东西。你们这也太冷了。这孩子，真是的。他要干嘛？不知道。父皇，这个很好用的，您一会儿就知道了。殿下，小婵送过来的，说是民部收集的结论。果然是这样。母后、父皇，你们看，这是什么？这上面说，近亲成婚会容易生出有问题的孩子，而且还容易胎死腹中。这啊，是真的，岳母。是韦憨子告诉我的。儿臣一开始还不相信，让民部去调查统计了，没想到真是这样。500家近亲结婚的人家，其中夭折过一个孩子的就有300多家，胎死腹中的孩子更多，而且出生以后就有问题的孩子也有100多个。怎么会这样？民部肯定没有查多少女子为此难产而死。难产而死？父皇、母后，你们为何如此看着妹妹？你舅舅想让宁安嫁给长孙冲。长孙冲？如果真是调查的这样，万万不可啊！父皇，王德，陛下，让民部进一步调查此事，朕要全大雍的统计。如果果真如此，这将严重影响我大雍之江山社稷。遵旨。你去调查此事，也是为了不想嫁给冲儿吧？不想。为何？就是因为喜欢韦浩吗？就算没有韦浩，女儿也不想嫁给长孙冲。他都那么大了，府里还有好多的小妾，还是画舫的常客。女儿在外面就时常听闻他的传言，说今日又带府上哪位去画舫玩了，明日又带哪位了。母后，您也不希望女儿嫁给这样的好色之辈吧？还有这样的事？千真万确。舅舅也是，不就是想通过我来保证他们一家子的荣华富贵吗？他也是皇兄的舅舅，不也都是一样的吗？为何还要通过我？好了，不想嫁过去，就不嫁过去。但是，你也不要说这些得罪你舅舅的话，毕竟你舅舅对于本朝也是有功劳的啊。
女儿知道，女儿从未在外面乱说。多谢父皇母后。傻丫头。好了，大功告成。你们有没有觉得很暖和呀？是暖和了些。韦浩，这是什么？这个叫暖炉，很好用。只要屋子里安装这么一个炉子，整个屋子都暖和了。真的很暖和。岳母，这个是不会冒烟的，所以不用担心呛烟，更不用担心炭毒。我在家已经实验一番了。嘿，对了，这个管子呢是通到外面去的，让宫女注意一些，千万别堵住，要不然就烧不着了。这个底下用的是木柴，木柴可比炭火便宜多了。好。哎，这么小个炉子能让这么大的屋子暖和起来？当然了，岳父，不是我说你，岳母这屋子这么冷，你就不会想想办法？你也不行啊！这韦憨子，你没事儿，说我父皇不行干嘛？岳父，你瞧瞧，岳母平时都是自己一个人，有时还要带那么多孩子，你也不知道想想办法。是真不想让这儿暖和吗？外面的天气本来就冷，朕的甘露殿也是冷，到了晚上睡觉更冷。哎，满朝文武想不出一个办法，我一来，就想到办法了。丫头，外面还有一个，一会儿去你那儿装啊。哎，怎么？有媳妇儿的，有岳母的，就没有岳父的？朕可是需要在甘露殿批折子，那边冷得不行。你这小子怎么就不能考虑一下岳父呢？先给父皇吧，父皇需要御证，每天要批阅好多奏章的。你瞧父皇的手都生冻疮了。岳父啊，我家里没铁了，关铁我也买不到，那你那儿怎么办？朕有，朕给你，有多少？1000斤，有吗？有，等会儿就让人送到你们家去。那行。丫头，等明天我给你那边送过去。好了，都别站着了，去那边坐下吧。添柴的事情交给他们就可以了。原本冬天就难熬，生了孩子后就更怕冷了。还有几个孩子总是在这里爬着玩，现下真是太好了。韦浩啊，等会儿把甘露殿那个装上，以后朕就用这个了，真舒服，哪儿都舒服。成。韦浩，给姑爷弄一个，姑爷批奏章，平日里冻得不行。放心，1000斤铁的能弄好多个。对了，岳父，我到时候直接给你10个，你看哪里需要你就装上，反正也简单。10个不够，这样，朕给你2000斤铁吧，你给朕送来20个吧。后宫的宫殿里也都需要装一个才是，还有朕的卧房也需要装一个。留俩，给你仨。岳母，以后你遇到困难了，你就找我，我给你想办法。岳父，我刚刚没说错吧？你作为一个皇上，这点事都搞不来，这是。韦憨子，你给朕闭嘴啊！哎，不是你这张嘴就不能不说话吗？韦浩，你真行，我真不知道你这张嘴到底是怎么把我妹妹骗到手的。骗？我骗？你问问他，你问问岳父，都是他们来骗我，我还没找他们呢，他们能组团来骗我。闭嘴！没事提这个干嘛？那个工部那边，段伦一直没能按你给的配方制出盐水，找了朕好几次，让你去工部。工部侍郎的位置一直空缺着，段伦年纪大了，有点后继无人的感觉。韦浩啊，
朕还是相信你格物的本事的。你想不想去工部任职啊？什么？工部侍郎啊？我才不干呢！魏憨子，你好歹是当朝侯爷，一上来就让你去当工部侍郎，多高的官职啊！你居然说不去？我可没那个精力。再说，我人生理想也不是当官啊。那是什么？睡觉睡到自然醒，数钱数到手抽筋儿。你个憨子，还能把懒说得这么正大光明？我明天可以去工部帮他个忙，反正不做官。我觉得当个侯爷挺好的。好了，陛下，韦浩现在还未加官，确实不合适。当值的事等加官了再说吧。嘿嘿嘿嘿，还是岳母对我好。你呀，先用膳吧。哎，走。守错宫了，宫部这么穷吗？这玩意儿能抽多少水啊？瞎搞！哎呀，这支架也不对，水位一高，支架就塌了。哪来的毛头小子？出去出去，不要打扰老夫！你还不信？行，修吧，到时候塌了别怪我没提醒你。你这什么玩意儿？吓我一跳！什么玩意儿？工程车？拉力不够，最少需要增加2组齿轮，但加2组齿轮会不会吃不消啊？去去去，走开！嘿，我来指导你们，你们还不领情？哎呀，韦侯爷，哎呀，您可算是来了。段尚书，哎，请走。那呀，还是不成，杂志相比之下还是很多，但是比之前那些已经好了不少。可关键是我们做出来的盐，它没有那么细呀。好熟悉的味道。哎，侯爷不可！侯爷，韦侯爷，侯爷，你没事吧？还没事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在那儿研究火药，我不小心没控制好，结果给点着了。哎呦，原来是火药啊！研究的咋样了？这位是我们工部的一个主事，天天说要研究火药。他就是看了江湖片子做出来可以燃烧的土，他也想自己做出来，结果3年了毫无进展。哎呀，火药还是有很大的作用的，只要研究出来了，对我大雍肯定是有巨大的帮助。哎呀，韦侯爷，还是你有眼光啊！这火药要是弄得好啊，肯定能够有大作用的。哎，比如说能点着一些我们平时点不着的东西。哎，还有，如果我军对敌人作战的时候，给他们的粮草上弄上一些火药，一点火，那火药就迅速的蔓延呐。哎，那个时候敌军他来救火，他都来不及呀。这样我们就能够迅速的摧毁敌方的粮草了呀！什么玩意儿？那汽油不是更快吗？汽油，你这纯浪费火药啊！你听韦侯爷这意思，您也会制作火药？啊，
一个毛头小子居然到我面前说会做火药。韦侯爷，老夫年纪长你不少，你可切莫说大话才是。这火药岂是你这样年纪的人就能做出来的？又不难。哎，你等着，我现在就给你弄点，让你见识见识。段大人，给我准备几个竹筒。竹筒？竹筒不知道什么？去呀！怎么了？你怕我把工部点了呀？你们打听打听我韦浩多有钱，就你们工部这房子，我一天赚好几间呢。去！侯爷，咱们还是抓紧去研究戏言的事儿吧。这个火药它不重要。无妨，用不了多长时间，省得你们工部那些人啊，天天用鄙视的眼光看着我，好像他们多厉害似的。不是我吹牛啊，就整个工部所有人加起来，论造东西，我说第二，那谁敢说第一啊？哎，去！难怪陛下说这个韦憨子说话从来不经大脑，说的那话能气死人，不知道得罪了多少人。这是近亲成婚？陛下，我家也如此情况，以前不知道为啥，没想到是。陛下，此事需重视才是。如果是真的，一定要严抓此事。我大雍人口本来就少，之前战乱，不知多少人丢了性命。如今大雍稍微安稳了一些，正是需要繁衍人口才是。陛下，为何突然调查此事？之前是韦浩和宁安说的。又是韦浩。之后，皇后跟朕又派人去调查了。民部那边，你们要派人再去调查。若果真如此，从今以后要禁止近亲成婚。当然，礼部和吏部那边也要多加宣扬。是，尤其是各地的官员，一定要让他们严抓此事，绝不允许此类的事情发生。瞧瞧，触目惊心呐！一年因为这样的事情，夭折了多少孩子，多少大人跟着丧命啊！是。来人！陛下，可知是什么地方传来的声响？回陛下，听声音像是从工部那边传过来的。陛下，让老臣去看看。好。你们都去斋堂，留下来一起午膳。是。福晋，你留一下。哎。福晋呀，此事一开始朕和皇后还以为是宁安编出来骗我们的，没想到果真如此。所以，宁安和冲儿的婚事，我们还是要认真考虑了。有了这些奏报，还有的考虑吗？皇上和妹妹定然不会同意了。陛下，若果真如此，是该好好考虑考虑。陛下，陈国公派人来禀，刚才闹出动静的是韦侯爷。韦憨子，他又搞什么？哎，韦浩，你屡次让老夫不快，那就不要怪老夫对你不客气。各位大人，韦浩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哎呦，月，还不能叫吗？不是出了牢就能叫了吗？不能。哦，陛下，我今天不是去工部看研吗？就顺便帮工部调制了一下火药，因为第一次实验，所以就多放了那么一点点。啊，如此说来，这动静是你闹出来的啊？陛下，这韦浩惊扰圣驾，微臣以为应当严惩。
你哪位啊？韦浩，这是长孙上书，不可无礼。长孙冲的爹？哦，舅舅啊！什么舅舅？你不就是那个儿子想娶宁安的那个舅舅吗？庶子，你竟敢！真是你！那我就得给你说道了。韦憨子，陛下，陛下，韦侯爷刚才帮助工部调制火药，这火药的威力巨大，若用在军队之上，那我们大庸军队的实力将如虎添翼，至少能减少70%的伤亡啊！这个东西这么有用啊！韦浩，这个药到底怎么回事？陛下，我们已经在工部实验了，不小心炸了座房子，威力绝对没问题。对，韦侯爷所言不假，工部之人呐，人人都可以见证，这火药威力实属惊人，把他们都给震惊到了。这还只是粗制的火药，等我提纯了，我估计城墙都能给它炸了。什么？炸城墙？韦浩，休要在此信口雌黄。是骡子是马，拉出来溜溜。各位要是不信的话，我当场就可以展示火药的威力。陛下，老臣刚才听到工部的爆燃之声，如同这雷霆一般。也想见识见识这火药到底为何物啊！哎，俺也想看看。好，段大人，火药给我。陛下，这火药的威力实属太大，还请您和各位大人移步到空旷的地方验证。哎，不必了，开始吧。啊，在这儿炸呀？炸。哦。哎，陛下，这火药的威力很大，你们还是离得远些比较好。这还不够远吗？不够，一会儿还有7浪呢。来，退后。陛下，龙体重要，还请上面观看为好。好。舅舅，你赶紧上去。哼，休要再跟老夫攀亲带故。老夫这把年纪，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？哼，一个小小的火药，就能让老夫在乎吗？哎呀，好言难劝，该死的鬼！贪小鼠辈！果不其然，韦浩小儿乃虚张声势，诓骗我等，此等行径就应严惩不贷。陛下，陛下！这简直是雷霆之威呀，比工程车都猛啊！父亲，韦浩小儿，你设计老夫！哎，我可让你后退了啊！大伙儿都听到了。对，韦侯爷刚才确实劝了。陛下，长孙大人好像受伤了。快，请太医送府姬下去休息。是。
让你不听话。哎呀，好，这是好东西呀！哎，老夫喜欢的很呐。怎么样，震撼吧？就这么个东西，就有这样的威力，哎，你是怎么弄出来的？再说了，这个竹筒里面到底装了什么呀？火药啊！这位叔叔，要不我帮你试试？汉子，胡闹！那个还有，这火药对大庸至关重要，你可切勿泄露出去。哎，必须的。给朕看看。哎，陛下，你龙体金贵，玩这个不合适，我替你看看。哎，走了。去远点啊！你们跑远点啊！哎，你别在手上点啊！哎！竟是千军万马，如此神威，汤臣手信，是如此敌国铁骑，竟不足为惧啊！美哉，壮哉！朕仿佛看见我大庸铁骑驰骋疆场，轻而易举炸平要塞，横扫天下的气势啊！神经病啊！差点命都没了。韦憨子，这火药威力如此凶猛，谁教你的呀？我自己研究的。我早就说了，我是天下歌舞第一人啊！哎，我之前跟工部那些人说，他们还不信。不是我吹啊，就那些工部人加起来都不是我一根手指头。就他们。行了，你这爱吹牛也是个毛病。我吹牛？那你问问你们工部的人，知道火药怎么用吗？啊，就光对付敌人，就有多少种用法呀？今天不是演示了吗？就那么些用处，无非就是扎着城墙，吓吓敌人。如果用在战场上，就是这些作用。至于对付敌人，还要靠步骑工兵。无知！你再说一遍试试。你还说我不学无术呢？我说什么了？哎。岳父，你看，这是我今日在制火药时顺手帮工部画的2张草图。如果大庸能制备这些东西，就是全世界的敌人捆在一起，都不是我大庸的对手。你就让工部照着做就是了。这真能实现？我韦浩，只有我想不到，没有我做不到的。韦浩啊，这火药你的功劳很大很大呀！想要什么赏赐，尽管说。岳父，什么赏不赏？你只要尽快把宁安公主嫁给我，其他赏赐都不值一提。这其他的都不要，都没有娶宁安重要。当然，如果要是能有个什么封赏，好。那朕的宝贝闺女，就便宜你这个憨子了。啊？这就同意了？岳父这就松口了？朕和皇后商议过了，答应给你和宁安赐婚，圣旨择日颁布，婚期就定在大庸7年初。朕会吩咐礼部那边做好所有的准备。那宁安的？要不是宁安莫允，朕岂会这么快就便宜了你这憨子？多谢岳父，多谢岳母。你小子也别太得意，你可知道这圣旨一发出去，你会面对很大的压力呀。压力？我成亲有什么压力？谁敢给我压力啊？你难道不知道世家不允许自家子弟和皇家联姻吗？啊？还有这样的规定？韦浩啊，这件事情没那么简单，你可能会遭受各大世家的极力抵制。到时候，
比这次琉璃宫房的事还要严重。你们韦家也不会出面保你，甚至会被其他的世家逼迫，把你驱逐出韦家。我就奇怪啊，我和宁安成婚关他们什么事儿啊？还把我驱逐出家族，我韦浩可不怕，把我逼急了，我就干掉他们世家。你能有这份坚持，朕很欣慰。世家必然会有所行动，到时候皇家也会出面和你一起对抗。岳父仗义，那我就先回家等圣旨了。好。Yes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韦世子韦浩，天资卓绝，心思巧慧，朕深嘉许。宝清长公主聪慧明达，心怀社稷，安定民生，其贤德远见，朝野称颂。二人德业相契，心意相合，实乃天作之合。朕特下此诏，赐韦浩与宝清长公主缔结婚约，则即日完婚，钦此。谢陛下。韦家竟敢与皇家联姻，简直挑战我等世家底线！哼，韦家何惧？崔兄弟已经有了应对之法，走，走。太好了，你和公主的婚事终于定了。你性格那么冲动，将来要是被谁算计了，侯爷的身份都保不了你。现在可不一样了，你和嫡长公主要成婚了，我看以后谁还敢欺负你？小英怎么还哭了？我才没有呢！你现在婚事已经定了，我要赶快去给姐姐姐夫去信，让他们都回来。谢谢小姨这么多年照顾我，等我结婚了，你就可以去享幸福啦。浩儿，你要赶我走吗？啊？我不是这个意思啊！我从来就没有想过小姨你会离开我啊！公子，你可真不会心疼人。小姨娘当年为了你，那不知道拒绝了多少门婚事，至今尚未婚配。你可曾过问过？哦，哎，你看看我，以后你看上哪家公子了，我帮你搞定。你果然是想赶我走。不是，我从头到尾都没有要赶你走的意思，我还想着新房装修好了把你接过去一块儿住呢。瞎说什么呢？你和公主的府邸，我过去像什么样子？那怎么了？你若一直不嫁，我养你。你这个臭小子，你说谁嫁不出去呢？是不是我嫁不出去？你说谁嫁不出去呢？你再说一次，你再说一次。小姨娘，小姨娘，族长那边派人传话，说请您过去一趟。果然，世家这一关还是得过。见过族长，见过各位族老。林小姨娘啊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此时为何一点消息都没有？什么事情啊？就是韦浩和长公主的事情，陛下都已经赐婚了呀。啊，这个事情啊，我今天来也是要跟大家说这个事儿的。这个月22日。浩儿要在聚贤楼举办和公主的订婚宴，到时候还请大家都到场啊！你难道不知道我们世家之间的约定吗？不能娶陛下的公主，不能和皇家联姻呐！啊，这个事没人跟我说过呀。也难怪。我一个弱女子，这么多年，各位族老也没有对我正眼相待过，族长更是将我和浩儿赶了出去，这不知道也是应该的，这也是小事。但是浩儿要和公主成亲这事，可是好事，是吧？好事儿。
你们破坏了我们史家几十年的盟约，还是好事。这个责任，你承担得起吗？就是。这话就严重了吧？世家的关系，什么时候要靠这样的约定了？再说了，浩儿的婚事与你何干？你在这说三道四的，算怎么回事？这是韦家的事，什么时候轮得到你来指责了？你，韦族长，这就是你们韦家的子弟不成？我姓林，严格来说，算不上韦家的子弟。林小姨娘啊，兹事体大，韦芙蓉不在，让你当家，你不要不当做一回事啊！一件小小的亲事，就被你们说的这样严重。浩儿要和谁成婚，那是我们的家事，这个你们也要管吗？这算是哪门子的道理？你，好，那出了事情，你家承担得起吗？能出什么事情？又关我们家什么事？是你们非要搞事情。反正我林洛今天就把话放着，浩儿要和谁成亲，你们敢来搅和试试？